很多人在看我们的影片之后，会发现，我身边人是不是有强迫性人格？但是又觉得他们好像有自恋型人格。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两者的相似跟相异处吧。Hello， 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未来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自恋型人格跟强迫性人格他们之间的相似跟相异处。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相像，有的时候甚至很难分辨。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一些经验的话，会发现他们实在是很相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实在是都非常的爱完美，都喜欢优越感，觉得自己一定要高人一等，然后觉得自己一定要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赢，然后不能输，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最好的，又或者是我的标准是比较高的，我的想法才是对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优越感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像的，然后对别人有那种比较鄙视的感觉，又或者是充满了批评的那一种态度呢，也是非常相似的。那在 OCPD 也就是强迫性人格方面呢，他们有一个部分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比较爱管钱。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呢对于钱财这个部分他们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上次有提到，这是唯一一个所有的 DSM-5 里头唯一有提到钱的一个部分。那他们呢很注重钱，然后非常的固执己见，还有跟别人相处上面没有弹性，这些跟自恋型都很像。那他们对于很多的细节非常非常的在意，也非常的着重在于工作，他们几乎都是工作狂，然后总是在花时间花精力在工作上面。那对于身边的人的感受呢，就相对的没有这么的在意。那通常他们对于人际关系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没有那么在意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又或者是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自恋型人格的人会在意，因为他们需要观众，他们需要你在那边崇拜他们需要有人就是对他们有那种觉得你非常棒，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那这是自恋型人格跟强迫性人格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小地方。那接下来呢，自恋型人格跟强迫性人格这样子的父母啊，通常他们的那个同理心都比较低，基本上有人格疾患的人，他们同理心都偏低，就比较难对人有同理心。那他们会是比较冷漠的父母，也是控制欲比较强的父母。那有强迫性人格的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父母非常爱挑剔，非常爱批评，很爱嫌弃，什么样都不对，什么样都不好。你会发现在强迫性人格，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很不好的一个部分。那强迫性人格呢，他们会坚持高标准，包括道德观念，所以在他们的想法里头，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坚守在一起啊，家人就是应该要在一起，但是他又不断的对你批评，然后不断的对你充满了嫌弃这样，然后他们甚至可能会批评他们的邻居，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也没做好，那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他的花园都没有管，这样子很不行，就是会对大家都充满批评，但是他又觉得必须要对家人不离不弃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有很多那种很冲突的感觉这样。强迫性人格我们刚才说，其实他们非常的小气，那他们也不愿意花钱，他们不想要花钱在休闲娱乐上面，他们只想要不断地去囤积钱财的这个部分。那跟自恋型的部分呢，他们就是那种控制欲啦，财产上面的控制啊，言语上面的暴力啊，然后非常的冷漠，对相处上面比较没有所谓的同理，这个部分是相似的。那一样的，他们就会让你觉得在钱财的管理方面，他们会让你觉得你怎么样都是错的，你总是在乱买东西，乱花钱，然后浪费钱，买的东西没有那个价值，然后就是你不懂怎么样好好的花钱，怎么样精明的花钱，就是
你怎么样他都觉得你做错了，然后会让你很有罪恶感。那这跟他们本身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就算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如果有强迫性人格，他一样还是会不断的碎念，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乱花钱。所以是一样的，那种爱挑剔、爱批评，然后对于钱非常在意这个部分，其实不太会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在平常看到，在所谓的强迫性人格跟自恋性人格，他们最常出问题的领域，就是你会常看到，就是在离婚的过程，然后公司的工作场所，然后还有遗产分配。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们对于财产的控制欲都非常的强。那所以在离婚的诉讼方面，强迫症的人呢，他是因为非常小气，他一点都不想要付你任何赡养费，所以他会不断地去争取所有每一分钱，就是不断地去想要把那些钱保有下来，因为他不想要付你钱。而至于自恋型人格呢，他们在离婚上面，他们会不断的想要争赢，因为他也不想要付你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要失去他的面子，他没有办法接受你会想要离婚，那更何况是还要再多付你钱，这对他们来说是自尊心大受打击，所以他必须要想尽办法打赢这一场官司，他才会有面子。OK， 那接下来呢，强迫性人格他们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希望自己是跟那个父母最靠近的人，他们会想尽办法去谄媚啦，或者是拉拢关系啊，让自己好像自己是 the favorite child， 所以他可以分到比较多的财产。这个是在强迫性人格上面比较容易会看到的。那在工作方面呢，因为强迫性人格呢，他们对于需要控制他人这个部分实在是控制欲太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工作分给其他人做，以至于呢，他会有那种如果我必须要把东西交给你来做，我会有强烈的焦虑感，我会不断想要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做到哪里了，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那个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 micromanagement 的那种部分，然后他们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爱偷懒，大家都在偷公司的钱，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想尽办法的，就是做最小的工作，然后所以他会觉得我必须要去监控所有的人，那他也会对于所有的人的工作有很高的标准跟期待，也就是他会希望你，我任何时候写信给你，随时都应该要赶快回信才对，然后或者是呢，你应该要免费超时工作才对，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好，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太多的就是所谓的同理啊，或者是觉得哦你工作太辛苦了，是不是需要找个助理 ？No， 没有这样子的一回事。所以以上就是所谓的强迫性人格跟自恋型人格相似跟相异处。不知道你对于看完这个影片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身边有这样子的，又或者是其他你身边有一个人有强迫性又有自恋性人格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你的故事，我很乐意倾听。我们下次见。